一支军队最精锐、最神秘的军种。司令换人，政委落马，前后多名将领接连从公开场合消失，名单越拉越长，官方的说法却越来越短。这不是哪部谍报影集的剧本，而是解放军火箭军过去几年公开可查的人事记录。火箭军是什么？讲白了，就是握着对台飞弹与核武按钮的那只手。阅兵场上的东风飞弹方阵、极音速武器、洲际弹道飞弹，全部归这支部队管。照理说，这应该是整个解放军体系里最被信任、最不能出事的单位。毕竟，一个政权可以容忍很多地方出问题，唯独不能容忍握着核按钮的手出问题。但事实正好相反，从2023年夏天开始，火箭军高层像被推倒的骨牌，一个接一个消失。上任没几年的司令被无声无息拔掉，接替的人选竟然来自海军，军事圈一片错愕。更离奇的还在后头，这位被派去救火的新司令，2年多后自己也被公告开除党籍，移送军事检察机关，连救火队本身都烧起来了。外媒流传过各种说法，从飞弹燃料造假、加水充数到部署资料外泄，整个指挥体系被美方情报单位摸得一清二楚。这些传闻真假难辨，今天先放一边，因为光是频繁清洗这个公开事实本身，就已经透露一个比飞弹数量更关键的情报：这支军队的内部状态可能跟外表展示的完全不是同一回事。今天这支影片，我们摊开公开资料，一层一层拆。火箭军是什么来历？清洗名单有多长？外媒传闻说了什么？贪腐怎么一步一步吃掉战力？北京最高层真正怕的是什么？最后会揭晓一个军事分析圈越来越有共识，却很少人明说的答案。真正牵动台海时间表的，可能不是飞弹的数量，而是一道外人看不见，却比任何武器都致命的内伤。这道内伤是什么？为什么连中国领导人自己都未必有解？答案留在后段，一步一步来。先讲清楚，火箭军到底是什么来历？火箭军的前身叫第二炮兵，圈内简称二炮，1966年成立。名字取得刻意低调，听起来像一支普通炮兵。实际上从成立那天起，它管的就是中国的战略飞弹与核武力量。它的技术根源可以追溯到钱学森那一代人建立的飞弹工业体系。冷战年代，这支部队的番号、驻地、编制全是最高机密，连在解放军内部，它都是一个独立于陆海空之外的神秘存在。基地藏在深山，指挥体系直通最高层，外界连它有几个基地都只能用猜的。2015年底，中国进行建军以来规模最大的军改，二炮正式升格为火箭军，与陆军、海军、空军平起平坐，成为独立军种。这个升格的讯号很清楚，飞弹不再只是辅助火力，而是整个国防战略的支柱。官方给它的定位叫核常兼备，意思是核飞弹与传统飞弹一手抓，平时下阻，战时打击，两头都靠它。火箭军手上有什么？公开资料大致可以拼出轮廓。短程弹道飞弹对准第一岛链，主要涵盖台湾本岛与周边。中程的东风26，射程估计约4000公里，外号关岛快递，可以打到美军在西太平洋的关键基地。东风17搭载极音速滑翔载具，号称现有反飞弹系统难以拦截。再往上，东风41洲际弹道飞弹，射程涵盖美国本土。美国国防部近年的中国军力报告估计，中国现役核弹头数量已超过约500枚，并可能在2030年前逼近1000枚。传统弹道飞弹与巡弋飞弹的总量，各方估计从1000多枚到2000枚以上都有。其中对台短程飞弹常年估计数以百计，甚至上千。组织上，火箭军以基地为骨干，公开研究普遍认为它辖有9个左右的正军级基地，各自负责不同方向与不同弹种，底下再分旅、分发射营，每一个基地都是一个独立的作战体系，每一个旅的指挥官手上都握着足以改变一场战争的火力。这样的部队，人事只要动一个位置，都是大事。换句话说，台海若真的开打，第一波打击靠火箭军，下阻美军介入靠火箭军，压箱底的核威慑还是火箭军。这支部队是中国军事战略从头到尾的主角。也正因为如此，
接下来这份名单才显得那么不对劲。时间回到2023年，那年7月，一个不太起眼的公告先出现了。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公开发布通知，向社会征集2017年10月以来装备采购招标的违规线索，军队自己登公告，抓自己的采购弊案，回溯期一拉就是将近6年，这在解放军历史上极为罕见。圈内人一看就知道有大事要发生了。果然，同月月底，官方宣布火箭军司令与政委同时换人，新司令王厚斌出身海军，新政委徐锡胜来自空军。二位从来没有带过战略飞弹部队的外系将领，空降接管全世界规模数1数2的飞弹军种，这种安排等于明著告诉外界，火箭军自己人暂时一个都不能信。那原司令李玉超、原政委徐中波去了哪里？官方没有说明。路透社、外媒与港媒普遍报道，多名火箭军现任与前任高层在同一时期被带走调查，包括副司令层级的将领，还有已经退役的前司令。没有罪名，没有画面，没有下文，人就是从公开场合消失了。再往下看，2024年6月，官方正式宣布开除前国防部长李尚福与魏凤和的党籍。注意魏凤和这个名字，他是火箭军升格后的首任司令，后来一路当到国防部长。官方通报用了很重的字眼，指涉严重违纪违法，涉嫌受贿。火箭军的开山司令就这样进了名单。清洗没有停。2024年11月，主管全军政治工作的军委委员苗华被宣布停职检查。2025年，军委副主席何卫东长期缺席公开活动，各方揣测不断。到了2025年10月，官方一口气宣布开除9名上将级与高阶将领的党籍，并移送军事检察机关。名单里包括何卫东、苗华，还有一个名字让所有观察家倒抽一口气，王厚斌。没错，就是2023年被派去整顿火箭军的那位新司令，被派去清理门户的人，2年后自己被清理，这代表什么？至少有2种可能，要么他也卷入了同一张利益网，要么清洗的标准已经不只是贪腐这么单纯，而是牵涉到更上层的权力结构。无论哪一种，对这支部队都不是好消息。把时间线摊开来看，从2023年到2025年，火箭军体系里前后任司令、政委、副司令，加上与装备采购相关的将领，公开可查的落马与消失人数，少说7、8人起跳。若把整个军委层级一起算进去，规模更大。一支被视为振国基石的军种，高层在2、3年内几乎换血一轮，这种频率放在任何国家的军队都是天大的警讯。问题来了，他们到底做了什么？官方通报永远只有一句严重违纪违法，真正的细节只能从外媒的拼图里找。以下这些都要先讲明，是传闻，是引述，无法独立证实，听的时候请自己保留判断。流传最广的是2024年1月彭博社的报道，报道引述美国情报圈的评估，指火箭军的贪腐已经腐蚀到装备本身，有的飞弹被灌了水而不是燃料。中国西部大批新建的飞弹发射井盖设计有问题，可能影响发射效能。这则报道震撼军事圈，因为它暗示的不是单纯有人 A 钱，而是武器本身可能是空包弹。中国官方否认，真相无从查证。但有一点值得玩味，美方情报单位愿意让这种评估流出，本身就是一种讯号，可能是真的掌握了什么，也可能是心理战，故意打击解放军士气，离间高层互信。2种可能都存在，这正是情报世界的常态，讯息本身就是武器。第2类传闻，关于情报外泄。2022年，美国空军大学辖下的中国航太研究院公布了一份火箭军研究报告，内容详细到吓人，各基地编制、驻地位置、指挥官姓名、历任将领的升迁轨迹一应俱全。这份报告是公开文件，用的号称都是公开来源，但军事圈普遍在问同一个问题：美方对火箭军人士掌握到这种程度，资讯到底是哪里来的？随后几年，火箭军高层大规模落马，时间点的巧合让泄密说在圈内流传不止。再强调一次，这是推测，没有任何官方证实。但对北京来说，残酷的地方在于，就算没有人泄密，
光是怀疑有人泄密，就足以启动一场清洗。第三类是最传统的贪腐。火箭军过去10年是解放军预算成长最快的单位之一，飞弹井、新基地、新弹种建设案一个接一个，钱流大的地方苍蝇就多。2023年前后落马的多名将领，不少与装备发展部门有交集。外界普遍解读，这波清洗的起点就是采购与工程的利益网，在顺藤摸瓜往上烧。传闻盘点到这里，他们可能全真，可能半真，也可能大部分是误导。但接下来要讲的是不需要任何传闻就能成立的事。贪腐这种病在军队身上是怎么发作的？历史上有2个现成的案例，一个在约130年前，一个就在眼前。第一个案例，甲午战争前的北洋舰队。19世纪末，北洋舰队账面上是亚洲数1数2的舰队，铁甲舰吨位一度领先日本，但公开史料显示，海军军费长期被挪用，其中一部分流向颐和园工程，舰队多年几乎没有添购新舰，炮弹库存严重不足，训练与操演流于形式。民间流传炮弹里填的是沙子的说法，史学界有争论，未必全然属实。但弹药不足、装备老化、演习造假，这些是可以查证的。1894年黄海海战，账面强大的舰队在几个小时内被打断几辆，输的原因很多，但史家有一条共识，这支舰队的账面战力和真实战力是两回事。而最可怕的是，开战之前，连统帅自己都未必知道差距有多大，决策者以为自己手上有一副好牌，其实牌早就被蛀空了。第二个案例近在眼前。2022年俄军入侵乌克兰，开战前，各国情报机构普遍评估基辅撑不过几周，俄军账面上的现代化程度吓人。结果全世界看到的是，俄军车队在公路上大排长龙，原地抛锚，卡车轮胎因为劣质与疏于保养整批报废，士兵领到过期口粮，账面上满编的部队，实际员额严重不足，燃料与补给在层层转手中被变卖。俄罗斯不是没有钱，他的军改喊了10几年，但贪腐把预算变成了报表上的数字，报表变成简报，一路往上呈，每一层都修饰一点。到了克里姆林宫，决策者看到的是一支不存在的军队，于是做出了一个以为几天就能结束，实际打了3年多还没完的决定，赔上数十万人员伤亡与整个国家的战略地位。这2个案例相隔100多年，指向的却是同一个机制。摊开来算，贪腐吃掉战力，走的是3层路径。第一层，装备折损，采购回扣让料件变差，工程偷工减料，维护记录造假，平时看不出来，因为装备躺在库房里不动。飞弹这种武器尤其如此，它一辈子可能只发射一次，平时全靠纸上的检测报告证明它能用，报告可以造假，发射不能，一动就是战场上见真章。第二层，人事折损，官位可以买，升迁就不看能力。这不是外界抹黑，解放军自己公布的案例就有。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、郭伯雄官方认定的罪名之一就是收钱卖官。买官的人上去了，会打仗的人上不去，上去的人为了回本继续往下收钱，整个指挥体系逐年劣化，而且这种伤是复利的，烂一层带坏一层，10年都补不回来。第三层，也是最致命的一层，资讯折损。当贪腐普遍存在，每个层级都有事情要藏，网上报的数字就会失真，演习成绩灌水，装备妥善，率造假，库存虚报，训练时数浮报，一层修一点。到了最高层，决策者手上那份报告跟真实世界已经是2个平行宇宙。北洋舰队如此，俄军如此，那么火箭军呢？外界没有人知道，但频繁的清洗暗示了一件事，北京自己可能也在问同一个问题。这就带到下一层，中国领导人的两难。站在北京最高层的位置想这件事，火箭军是核武与对台打击的核心，这支部队如果不忠诚，是政权等级的风险，这支部队如果不能打，是国运等级的风险。而清洗这个手段本质上是用战力的代价去买忠诚的保险。清洗的好处很直接，拔掉不放心的人，换上自己人，杀鸡儆猴，全军肃然。但代价是连环的，而且环环相扣。第一，指挥链断层，
战略飞弹部队是高度专业的军种，从发射营到基地指挥官，一路的养成要230年。把整层专业军官拔掉，换上海军与空军出身的外行领导，中程或许有了，专业衔接的空窗却是实实在在的。空降的司令要重新认识部队，部队要重新摸清长官，这段磨合期就是战备的空窗期。第二，寒蝉效应。当军官看到连司令都会突然消失，最理性的生存策略是什么？是不做不错，不提改革建议，不回报真实问题，不做任何日后可能被翻旧账的决定。整个组织进入防御姿态，表面服从，实质瘫痪。解放军还有一个特殊结构会放大这个效应，政委制度。每一级部队都有军事主官和政治委员双首长，政委管思想，管人事，管忠诚。清洗一来，政治标准压过专业标准，军官花在表态学习上的时间多过花在战术推演上的时间。这种状态下的部队，口号越喊越响，能力越练越虚。第三，也是最吊诡的，清洗会让资讯失真更严重。理论上，反腐是为了让系统诚实，但在恐惧气氛下，下级更不敢回报坏消息，因为坏消息可能被当成罪证，或者被当成对整顿成果的否定。于是报告更漂亮，问题埋更深，想用清洗治好谎报，结果可能是教会所有人撒更精致的谎。这是一个组织行为学上的死结，恐惧从来不会生产诚实，只会生产表演。还有一层外人常忽略，清洗一旦启动就很难停，停下来等于宣告整顿完成之后再出事，责任就是现任班子的，继续清才能把问题永远归咎给前任。所以清洗有自己的惯性。何卫东与王厚斌的落马说明，这个循环到2025年不但没停，还往上烧到了军委副主席层级。军委一共就那几个人，烧到这里已经不是单纯的反贪，而是最高层对整个军队信任结构的重组。重组要多久，没人知道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一支正在重组信任结构的军队跟一支准备开战的军队是2种完全不同的状态。那么这一切对台海意味着什么？先讲清楚一件事，避免误读，火箭军的威胁是真实的，飞弹数量摆在那里，对台短程飞弹估计数以千计，这个威胁不会因为几个将领落马就消失。清洗也不影响飞弹的射程和弹头的威力，低估对手永远是战略分析的头号大忌。这支影片没有任何一句话是在说台湾可以高枕无忧，但飞弹数量只是方程式的一半，另一半是敢不敢按，能不能按，按了之后会不会如预期发生。开战决策的本质是最高决策者对一份评估报告的信任。攻台不是打一场边境冲突，是一场一旦发动就没有回头路的豪赌，需要飞弹准时升空，命中率如报告所写，库存如账面所列，指挥链如图表所绘，还需要第一波打击就瘫痪对方，快到外援来不及反应。决策者按下按钮之前必须相信手上的每一个数字。这里做一段情境推演，明讲，以下是推演，不是情报。想象一场最高层的攻台评估会议，桌上的报告写着，火箭军可在数小时内完成饱和打击，成功率极高。但主持会议的人心里清楚，写这份报告的体系，前司令因为贪腐落马了，在前一任也落马了，连自己亲手挑的整顿者都出了问题。那么这份报告里的命中率是真的测出来的，还是层层加工出来的？库存数字是仓库里真实躺着的，还是账面上应该要有的？没有人能给保证。于是最理性的决定就是不决定，继续整顿，继续等。这个推演说明一件事，资讯失真最直接的战略后果不是打输，而是不敢打。美国中情局局长威廉·伯恩斯曾公开说过一个判断，中国领导人要求军队在2027年前具备攻台的能力，但他同时强调，具备能力不等于已经决定动手，而清洗透露的正是能力这个字眼底下的巨大问号。连下令整军备战的人都在用一轮又一轮的清洗，表达他对这支军队现状的不信任。这里也要提醒另一面的风险，内伤不等于安全。历史上不少战争恰恰是虚弱的一方先动手，因为决策者被失真的报告喂养，真心相信自己很强。
也有政权在内部压力最大的时候选择对外冒险转移矛盾。换句话说，一支内伤的军队可能因为不敢打而延后时间表，也可能因为误判自己而提前引爆冲突。对台湾来说，这二种剧本都必须放在沙盘上，不能只压其中一种。还有一个残酷的对照摆在北京眼前，俄罗斯决策层开战前相信了自己的报告，结果赔掉的不只是部队，还有大国威望与经济命脉。公开资讯显示，解放军内部反复研究俄乌战争的教训，而研究的越深，一个问题就越无法回避：俄军的病我们有没有？清洗名单本身就是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。于是回到开头埋的那个悬念，为什么越来越多分析认为内伤才是台海时间表真正的变数？现在可以揭晓了，把逻辑串起来。第一，数量不是瓶颈，飞弹、军舰、战机，中国的产能有目共睹，硬体差距逐年缩小，这部分没有悬念。第二，真正的悬念在软体，硬体背后的人是否可靠，数据是否真实，指挥链是否经得起实战检验。而过去几年的清洗频率显示，北京最高层自己对这三个问题的答案恐怕都还是否定的，否则不需要一轮接一轮的换人，更不需要把自己亲手提拔的人也拔掉。这就是所谓的内伤，不是缺飞弹，而是缺乏对自己军队的信任，不是打不出去，而是不确定打出去之后会发生什么。一支军队可以缺装备，补得回来，可以缺经验，练得回来，唯独指挥体系的诚实与互信，一旦坏掉，清洗越用力，短期内反而坏得越彻底。所以清洗名单其实是一份罕见的公开情报，外界永远看不到火箭军真实的妥善率、真实的库存、真实的训练水准，但看得到北京的行为。行为透露判断，当领导人不断拔掉自己亲手任命的人，代表他收到的资讯让他不安。当清洗一路烧到军委副主席，代表不安的范围远超过一个军种。武器可以造假，阅兵可以排练，报告可以美化，但清洗做不了假。没有一个政权会无缘无故对自己最重要的军种自断手脚。当然，要说句公道话，反方观点也存在。有一派分析认为，清洗恰恰是在为战争做准备，先把不可靠、不干净的人清掉，换上敢打仗、跟得上的班底，短期阵痛，换长期战力。历史上也确实有军队在整肃后战力回升的例子，这个观点不能排除。但多数观察家的回应是，如果整顿2-3年就能完成，为什么2025年还在扩大？为什么连整顿者本人都出事？整顿的终点一再后移，本身就说明问题比想象中深。时间表未必被取消，但很可能被这道看不见的内伤一次一次往后推。最后留一个开放的悬念，内伤会好吗？也许会，但军队信任的重建是以10年为单位计算的，不是以阅兵的场次计算的。在那之前，台海最大的变数可能不在海峡上空的飞弹轨迹，而在北京那些外人看不见的会议室里，一份份没有人敢保证为真的报告。最后3个带得走的重点：第一，火箭军是中国对台战略的核心，而清洗的频率本身就是外界能读到的最诚实的情报。第二，贪腐吃掉的从来不只是钱，是装备，是人才，更是决策者对自己军队的信任。北洋舰队与俄军都是前车之鉴。第三，评估台海风险不能只数飞弹的数量，更要看那只按按钮的手到底稳不稳，信不信得过自己的部队。你认为这场大清洗最终会让解放军变得更强，还是伤得更重？